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才播6集就冲上飙升榜头名，10月观众最盼的黑马古装剧一开播就火了。你相信一部古偶剧只播了6集就能空降平台飙升榜第1吗？一笑随歌还真就这么干了。2025年10月2日中午开播。短短2小时内热度直接飙到4900，评论区瞬间被这剧节奏太快了。李沁射箭帅炸刷屏，这部剧一上来就让女主挨了47鞭，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偶像剧套路，而是实打实的刑房拷打，边边见血。这种开局简直是在古偶剧的舒适区里扔了一颗炸弹。一笑随歌的故事开局就像按了快进键，第1集开头就是平陵之战的战场。锦绣国女射手傅一笑一身红衣站在城楼上，一箭射中凤随歌，扭转战局。可还没等她喘口气，自己人的冷箭就把她射下悬崖。失忆后的傅一笑再要拳，边撞见重伤的凤随歌，两人一个失忆一个重伤。明明是敌人，却被迫绑在一起。凤随歌直接把他扔进刑房，抽了47鞭。可鞭子抽完，又发现这女人不简单，她居然能从杀手腰牌里看出暗算她的是锦绣国自己人。这种剧情节奏根本不给观众走神的机会。傅一笑从战场英雄变成失忆囚徒只用了半集。而他和凤随歌从仇敌变成临时盟友也只用了2场戏，没有拖沓的误会解释，也没有冗长的感情铺垫，两人在刑房里就达成了交易。傅一笑假装成凤随歌的妾室，帮他引出幕后黑手，凤随歌则帮他查清被谁陷害。这种干脆利落的叙事，简直像把传统古偶剧的慢热套路按在地上摩擦。李沁这次彻底甩掉了小白花的标签，他演的傅一笑哪怕失忆了，肌肉记忆还在，被歹徒骚扰时下意识就是个过肩摔，面对凤随歌的试探随手抄起木棍就能摆出防御姿势。最绝的是那场射箭戏，李沁拉弓时手臂青筋都崩出来了，镜头扫过他专注的眼神，你会真的相信这是个百步穿杨的女射手？就连被逼打扮成绝世美女那场戏，她也能在华丽裙装里塞个果子啃，把被迫营业演出了反差萌。陈哲远演的凤随歌也是个惊喜，这个肃杀国大皇子表面冷酷，实则满腹算计。他挨了傅一笑47鞭后居然笑了，转头就安排他盛装游街当诱饵。两人骑马那段戏，傅一笑突然跳上他的马背，凑到耳边说破他的计划。陈哲远那个眼神从惊讶到欣赏的转变，简直把棋逢对手的张力拉满了。这种双强设定比一边倒的霸道总裁套路带感多了。剧里的权谋线也不是过家家，傅一笑被陷害的真相牵扯出2国权臣的勾结。凤随歌在朝堂上步步为营，连自己妹妹凤夕阳的和亲都是局中局。夏梦演的凤夕阳看似柔弱公主，却在和亲典礼上暗中传递密信。这个女性角色根本不是工具人。而张兆辉演的重臣每次出场都话里有话，短短几个镜头就把朝堂暗流演得让人脊背发凉。制作团队确实舍得下本，战场上的千军万马全是实景拍摄。傅一笑坠崖那个镜头用了真悬崖加特效合成，坠落的碎石和衣袂翻飞的细节都很真实。服装更是考究，李沁的红衣战甲用了真皮革和金属片，重量足足有10几斤。他拍摄箭戏时工都是特制的加重工。导演朱瑞斌最擅长拍这种带权谋的爱情戏。他把傅一笑和凤随歌互相试探的镜头剪得跟谍战片似的，两人每次对视都像在无声过招。这剧的音乐也很有记忆点，傅一笑射箭时的背景乐事古筝加战鼓，一到权谋戏就换成急促的弦乐，连观众都说这配乐听的人头皮发麻。
片头曲直接用了剑使破空的音效，和剧名一笑随歌呼应的巧妙。现在剧迷最关心的是傅一笑的记忆什么时候恢复。第6集结尾，他看到凤随歌身上的疤痕时，眼神明显动摇，而预告片里他拿弓的手又开始发抖。这些细节都埋着伏笔。论坛上已经有人逐帧分析傅一笑坠崖前看到的那个黑影是谁，连他剑带上的花纹都被扒出来推测身世。一笑随歌目前放出的6集里，没有一场戏是废的。就连傅一笑给凤随歌包扎伤口时，纱布缠绕的圈数都暗示着47鞭的报复。这种细节控的拍法，让很多被注水剧伤过的观众直呼终于有剧能让我不开倍速了。平台数据显示，第3集傅一笑反抽凤随歌47鞭那段，观众回放率高达37%，这数据在古偶剧里相当罕见。剧中的女性群像也很有看头，除了李沁的女将军，夏梦演的公主在和亲路上偷偷练剑，卢星雨演的女医师救下傅一笑时袖子里藏着毒针。这些女人没有一个省油的灯，但又不是脸谱化的恶毒女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计和苦衷。一笑随歌能爆，可能就是因为敢打破套路，他让女主开局就挨打，让男主不是万能救世主，连爱情线都带着血腥味。当别的古偶还在玩落水搂腰的工业糖精时，这剧直接让男女主互相抽鞭子，抽完还能冷静谈合作。这种又狠又真实的处理，反而让观众觉得嗑到的糖更带劲。现在微博上已经冒出一笑随歌细节分析的超话，有人发现傅一笑的剑与颜色随着记忆恢复在变，还有人从凤随歌书房的地图推测后续的战场戏。豆瓣小组里甚至为47鞭该不该还吵了上千楼。有观众觉得以牙还牙很爽，也有人认为冤冤相报太暴力。这种争议反而让剧的热度持续发酵。考场飙升榜显示，一笑随歌开播第4天就打破了平台古偶剧的弹幕数量记录。尤其是傅一笑说我欠人的我必还，人欠我的我必讨那段，弹幕后的遮住了半屏。很多观众说这是今年第1次为古偶剧开弹幕看剧，因为不看弹幕体会不到大家一起嗑糖的快乐。剧组放出的花絮里，李沁为练射箭手上磨出茧子，陈哲远拍刑房戏时真被边锋扫到脖子。这些幕后细节被剧迷做成动图传播，有人调侃现在古偶卷到要演员真挨打了。连原著作者赤义千羽都发微博说，剧中增加的权谋线让小说里没展开的朝堂斗争更完整了。目前播出的内容里，傅一笑和凤随歌的关系就像剥洋葱，从刑房仇敌到临时盟友，从互相利用到生出信任，每次转变都有迹可循。凤随歌给他送药时假装不经意，傅一笑替他挡箭后嘴硬说怕你死了没人合作，这些细节比直白的告白更有味道。服装师在采访里透露，傅一笑的每套衣服都藏着性格变化，失忆前是利落的红衣战甲，失忆后穿素色布衣，被迫当诱饵时换上华丽但别扭的裙装。到第6集他已经开始混搭风，把男装袍子和女士剑袖穿在一起，暗示着身份的融合。这种用服装讲故事的手法，比台词直接解释高级多了。一笑随歌的战争场面也没糊弄，平陵之战用了200多个群演，傅一笑射箭的镜头是李沁亲自上阵拍完的，特效团队把箭矢飞行的轨迹做了慢放处理，观众能清晰看到箭簇旋转着穿透盾牌的细节。这种实打实的拍法，比全靠绿幕抠图的战争戏真实多了。现在唯一让剧迷抓心的是更新太慢，每周6集根本不够看，很多人已经把前6集刷了3、4遍。贴吧里有人分析傅一笑记忆恢复的伏笔，从他听到战鼓声时手指发抖，
到梦见红衣女子射箭的片段，每个线索都被扒得底朝天。甚至有人根据片头动画推测，凤随哥后期可能会为保富一笑放弃皇位。这部剧的成功或许证明，观众不是不爱古偶，只是不爱降智的古偶。当傅一笑靠着观察力判断出凤随哥是敌人，当凤随哥用政治婚姻当诱饵抓内奸，这种需要动脑子的情节反而让观众更有参与感。有剧评人说，一笑随哥像古装版史密斯夫妇，但他的野心明显更大，既要权谋的烧脑，又要爱情的拉扯，还要女主的成长线。平台数据显示，观看一笑随哥的观众中有42%是男性，这个比例在古偶剧里相当罕见。可能正是因为剧里扎实的权谋线和真实打斗戏，打破了古偶之吸引女性观众的刻板印象。连一些军事论坛都在讨论平陵之战的布阵合理性，这在往年古偶剧里根本不敢想。一笑随哥目前最大的悬念还是傅一笑的记忆之谜。他坠崖前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下井时为什么对亲信下杀手？凤随哥身边谁才是内奸？这些谜题像钩子一样吊着观众。第6集结尾，傅一笑摸着弓弦时突然头痛的镜头，已经让弹幕开始押宝记忆恢复的集数了。从开播数据看，一笑随哥确实给10月剧市场扔了颗深水炸弹。他用47编的开局打破套路，用双强博弈抓住观众，用电影级制作提升质感。现在剧迷最怕的就是后续烂尾，毕竟女将军题材栽在中期注水的前车之鉴太多了。不过就目前6集的表现来看，这匹黑马确实跑出了让人惊喜的速度。